馆长何止讲台独，就骂过共产党。我常常跟我们学生讲，没有不景气，只有不争气。我居然有一个学生，他跟我讲，老师，我在脸书强调台湾的主体性，我这样去会不会回不来？我说开什么玩笑，馆长不照样在那发红发紫。政治是讲感性的，感性当中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民族主义。民进党的支持两极化，最底的小学以下跟最高的跟理性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馆长现象，它有3大特点：第一，非常质朴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；第二，对人爱恨分明；第三，馆长要注意形象，因为馆长的形象是没有任何一点是大陆很欣赏，但是他是天生的网红圣体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馆长现象，我一开始对这个人没什么好印象，因为我如果对他有好印象，那我书就不要教了。但是我后来慢慢发觉呢，他有3大特点：第一，他非常质朴，这好处正在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；我的坏处就是刚好受过太多教育。第二个，馆长对人爱恨分明啊，他对于国民党、韩国瑜、中天，他骂的时候丝毫不留余地。所以他昨天讲了一句话，我非常感动。他说：“你花瓶一摔就摔烂了，但你要重新弄一个花瓶出来，那可麻烦了。”我看到拿着麦克风都是中天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自己后悔了。我真的对于馆长的改过自新有点感动，原因就是为了柯 P 的事情跟韩国瑜在一起，不但道歉，而且还掉泪掉了好几次。我觉得有2点他必须要特别注意。第一个是强调这一趟旅行他很高兴很成功，他什么都不怕，一直问大家感谢大家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他回来要积极参与反对大罢免。我觉得大罢免本身跟他走的路线是一样的，都是激发民族情感。所以馆长他吸引到了3方面的人：年轻人，跟他同样的品号的人，还有针对本来踌躇满志不晓得该不该去大陆的人。我居然有一个学生，他跟我讲说，老师，我在脸书写过一些文字，强调台湾的主体性，我这样去会不会回不来？我说妈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馆长何止讲台独，就骂过共产党啊，什么都骂，批过习近平的，何止那是阿 B 小，什么都出来了，通通都有。我跟你讲，都不忍心再讲了，才不照样在那发红发紫了。你没本事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我觉得馆长要有具体的行动，因为他要的是流量。第二点，我觉得馆长他不能够只是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，他也要针对八炯或者是闽南郎他们在大陆待过，讲说你到底讲的是实话还是假话，你自己说出来，对不对？之前就抢过，但是因为八炯不敢来了。第3点，我觉得馆长要注意形象，且坦白讲，大陆是很重视知识的，靠这个刺青的形象能够一次第二次，这个东西它有个热度，但是这终非长久之计。有一个人在上海的时候突然冲出来，你到底哪一国人？馆长的答案就是说，我有中华民国护照。那个人马上就做台独检举，这个逻辑上搞错了。馆长应该答说，我跟赖清德同一国人，因为对很多人来讲，所谓的2国人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2国。第二个，馆长在回答的时候，他是在故意来闹的。第3个，有这种人在上海存在，就表示大陆很民主、很自由。这个倒真的，当地接待馆长的那2个大陆的资深媒体人也是网红，一个叫做李翔，一个叫杨生。我们就聊到这件事，他们事前是有沙盘推演的，只是馆长因为第一时间就回出去了，所以他们来不及救场。我跟你讲，救不到场反而是个好处，因为台湾很多的年轻人都把他们自己的观念拿来大陆这样，而且说句良心话，也是目前国民党完全没有注意到的部分。你为的骂民进党，并没有办法让大家改变对中国大陆的看法，因为民进党就说，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，我问你回来台湾方不方便，自不自由，舒不舒服就够了，健保好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馆长拉扯的效果很棒。第一个，两岸和平大使，他不触及到政治谈判，而且是民间的。第二个，他到对岸去，他真的没有找官方人士。第三个，他主要破除民进党的谣言，叫祛魅。所以我觉得这3点，馆长他的切入点非常的厉害。就假设两岸要说很多事情，对政治人物来讲，这些角度都不太方便，或者是讲了也不见得有效果。但对馆长来讲，因为他是网红，看到的是一个新的交流的模式啊，你怎么看？我们就谈祛魅这件事情。祛魅这个观念其实很有意思，台湾有很多人被民进党迷住了。Disenchantment 意思就是祛魅。那馆长他自己讲的话有2点非常重要。第一个现身说法，他说我以前民进党在讲什么我就信什么，这个就是 enchanted， 就被人家下了蛊，被迷住了。第二个，他在里面整个介绍过程，说句良心话，他讲到食衣住行的方面，上海台湾根本不能比。那馆长现在他里面无意间已经碰到一件事情，他讲事实，公开让你来选择。如果你一点企图心都没有，那么你就要了解是不是民进党所导致你没有企图心，还是你天生就是个没有企图心的人。这第二，馆长自己的觉醒凸显了一个事实，这个大陆太大了，你不需要带有政治的眼光，甚至于你不需要带有社会的眼光，你就纯粹带着经济发展的眼光来看，大陆有他们自己努力的方向。另外，进步太快了，所以破除民进党制造对岸的一个假象这件事，其实是馆长这一行最强而有力的，因为他从头到尾直播，除非就有特殊状况。我觉得这件事对民进党其实很有挑战。两岸和平大使，当然他自封了，但是他确实做到了。可是祛魅这件事情是有
长而深远的后坐力。这几天他的直播合计到昨天1600万流量，他跟汪小菲合体达到了45万。因为以 YouTube 的场域来讲，国际级的网红贾康哥，他去峰值大概在17万。我必须要强调，这些网红的文化的，正是大陆努力的方向。因为大陆严格来讲，首先第一个对老人的尊重真是不得了，台湾对老人的不尊重那真是历历可数的。但大陆现在突然注意到了年轻人影响到舆论的走向。说句良心话，馆长的形象当中是没有任何一点是大陆很欣赏的，因为他刚好在中考刚结束的时间。你知道整个中国社会当中最严肃的就是高考，没错。馆长这种没有经历过高考跟中考锻炼的人，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影响力？是因为他在年轻人当中就是所谓的网红。所以大陆从一开始举足不前，到后来基本上就是敞开大门，让他能够好好表现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两岸之间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因为民进党始终制造一种你小心你到时候回不来。第二个，很多人说我自己活得很好，我不用看大陆有没有进步，但是我们这边的照顾是非常精准式的，让你觉得生活很舒适，很习惯于这种感觉。比如说我现在上了65岁，领了老人卡，哇，爽得要死。我觉得在这种比较上来讲，这种舒适完完全全是有一点点。第三点，我必须要强调，馆长做的事情我寄予无限的厚望，因为从现在6月中开始到接下来的时间，反对大罢免，它其实能够发挥很大的效果。这个力量一定要集结在一起。补充，老师刚才讲到企图心跟没企图心，馆长我去让很多年轻人有企图心，因为馆长故事其实蛮励志。你想他一个退伍军人，后来在喜欢上健身的过程中得到一些老板的赏识，他个人又有天生的网红圣体，他就这样一路走过来。那学历其实决定你的地板，但是天花板要靠你自己的一些机运跟努力。我觉得非常感谢网络当中就没有学历这个问题。说句良心话，一开始我一个台大教授评论陈之汉，我觉得有一点掉漆，但是后来看到他的表现，我觉得他是天生干网红的，我没有听到他是停下来讲不出话来。没错，一般来讲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讲不出话来的。第二点，他讲的那个题目让人感觉听起来都比较舒服，这是一个直觉。馆长是没办法教人家怎么样当网红。所以其实这事情是这样，什么叫网红经济？网红该怎么表现？老实讲，到了今年，我的体悟又上了一层楼。我觉得我还会再有更多体悟。我回去看我以前的东西，真的好素。这个网红其实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考验，你不能说错话，反走过必留下痕迹，而且很容易被刷掉。对，他没有门槛。其实我如果有机会跟馆长讲的话，我讲说你小心被刷掉。每个人都要有这种危机意识，不过整体来讲，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才能来发挥是最适合的。所以馆长是吃这堂饭的，他长那个样子就容易引发人注意。我觉得馆长比贾康哥好多了，贾康哥也有他本事，但是我觉得贾康哥是有意识的当这个网红，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时代使命。馆长就是两岸和平大使的这个封号，确实是加分很多。馆长这一次他使命感，在他跟汪小菲的直播当中，最后汪小菲给他的评价，我觉得很精确。第一个很佩服馆长面对自己过去的勇气，第二个馆长他有使命感，第三个就是他出来了。那我觉得馆长的回应也很有趣，馆长他就觉得他该做这样。我个人觉得馆长在目前的阶段，这次却引发了一个非常大的效应。我常常跟我们学生讲说，没有不景气，只有不争气。因为信息茧房活久了以后，确实是畏首畏尾的，因为台湾真的很舒服。没错。那我反问老师一个问题，你说你的学生是台湾最优秀的学生？不，我没有这样讲法。他们有多少人是官粉，或者说你感觉他们有多少人可能会是官粉？我觉得他们会看，但是变成粉很难。台大学生他的特征是他的资讯很发达，但他 fidelity 那个忠诚度并不高的。我在台大这么久，发觉我讲话一定要平铺直叙，因为我们学生在表面上不会展露出他的政治立场，除非你是跟他私下谈的时候。说台大的学生基本上在整个社会阶层上是比较优渥的，肯定的。对，所以这对于他们来讲，有关政治上的问题，他不必表态，而且事实上他父母都已经帮他安排好了。他的聪明才智，甚至于我有时候觉得说台大学生长相都比较好看一点，是这样。但是我觉得讲出来是有一点残忍，因为你讲到这种阶分化的，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了。但是我觉得的确有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了，蛮明显的。因为我自己团队大部分他们都不是来自非常顶大或什么，很多甚至还是来自技术学院啊。那恭喜你了，如果你底下的团队里面有台大的，你一定完蛋。他有自己的想法。我在观察民进党的支持，我发现是两极化，最底的小学以下的跟最高的有一群。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可是现在台面上网红很多，其实都不是什么高学历。这种指望的学历时代已经不存在了。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对于我们现在教育上的一个认知，透过网络世界的发展，网红的一起很自然的会结合在一起，要打倒学历的概念，因为它的起手点不难。另外，你刚刚讲到一个现象，奇怪，民进党为什么是学历最高跟学历最结合？我告诉你一个答案：政治是讲感性的，感性当中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民族主义，跟理性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接下来馆长宣示了，他要把这个能量转化成针对大罢免，让他大失败。这个能量如果检证过了，那馆长现象影响力会更加的远。如果检证不过，或者说怎么样的方式是检证过，什么是检证不过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有3方面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点，大罢免是很荒唐，因为我们全世界也没有这种事情的。第二件，政治的目的并不是让所有的人都来参与政治，所以才叫选贤举能，没有罢不贤罢不能这种概念。然后第3点，我觉得馆长立下自己这个目标，他要做到并不容易，因为这场大罢免是台湾人的南北战争，而且战场都在北部，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的动员这力量非常大。那馆长现在他有2方面的风险，第一个，你现在网红的力量不能够转换成反对大罢免的现象，那你其实讲起来真的是浮光掠影，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。第二点，你禁止大罢免以后，你能不能够想尽办法改变整个视听，让大家能够充分了解到台湾不能这样乱搞啦，你不能够再来一次啊，因为这个是潘朵拉的盒子啊，你一旦打开以后，说句良心话，我在台湾生活当中，如果说我活得并不太好，我就每天可以搞他们，反正我已经没前途，那这样子下去永无宁日，这就违背了现代的政治的潮流，违背了民主的真谛，另外违背了大家想要安身立命过好日子的期待。我想关键就是馆长能不能在旋风当中能够带起。不过我觉得馆长最后出机场的时候突然喊了一句，台湾是台湾人的，不是你民进党。这个是要回应梁文杰的话了，讲得很好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补一句，梁文杰，我也希望你既然要干这个官了，你到大陆去看一看，你不能够在台湾干他妈陆委会的副主委，这个就要挖苦他一下。你知道在世界这么乱的情况下，中俄之间有提到中国，印度跟巴基斯坦之间有中国的武器，现在包含了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当中，中国强调中国要维持世界和平，中国要反对侵略，中国要强调联合国的里面的规矩以及人道主义。你认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如果在上升的过程，是不是面对大家共同的选择？你现在还有机会让馆长来讲一讲要跟不要做选择，以后你搞不好连这个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啦。